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日本03年拍的清宫历史剧《流浪王妃最后的皇帝》。该片讲述了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和日本妻子绰号至死不渝的传奇爱情，同时也真实反映了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这对一部日本电视剧来说还是比较难得的。为了再现当年的场景，导演选择在故宫实地取景，并精心搭建了一个伪满洲城，包括服化道也很好的还原了历史旧貌，特别是片中的日本和服和清朝服饰发型，基本是按照1:1来还原的。演员方面，主角由主演内丰、长盘贵子2位日本大咖担任，就连配角都是天海佑希这种级别的。还白龙马王伯昭也在片中饰演溥仪。当年拍86版《西游记》时，年轻俊美的他因不甘心演配角，所以开出了1集500块的天价片酬，最终仅演了3集，他就赚到了6小龄童6年的片酬。如今岁月这把杀猪刀带走了他的容颜，使得他已经没有资本去傲娇，就连观众都很难认出他来。故事讲述了满清王朝倒台后，溥仪在日本的扶持下成为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日本军方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控制满洲，计划让满清皇室和日本皇室联姻，倒是生一个混血孩子来当伪满皇帝。但由于溥仪一直不能生育，日本军方就把目标转移到了他的亲弟弟溥杰身上。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溥杰在军方的哄骗下，以为是哥哥的命令，忠心耿耿的他为了帮哥哥完成复兴大清王朝的梦想，于是答应了这桩赤裸裸的政治婚姻。被安排嫁给溥杰的女孩是日本明治天皇的表妹绰号。身为名门闺秀的她酷爱骑马和绘画，梦想着将来能成为一名艺术家。情感方面，她也坚持不婚主义，不想当传统的三转妇女。所以当得知自己要被军方嫁给一个中国人时，她非常反对，包括家人也不愿意自己的掌上明珠远嫁异国。但迫于日本军方的压力，绰号一家只能怀着为国牺牲的精神答应了这桩婚事。让人没想到的是，溥杰和绰号初次会面便一见倾心，两人虽一言不发，但羞涩的眼神中却难掩爱慕之情。他喜欢她的娴静秀美，他喜欢她的温柔文雅。虽然两人都是因为身不由己的命运才走到一起，但是彼此却真心喜欢。一个不对的方式却让他们遇到了对的人，这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1937年，溥杰和绰号在东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当天一切都是按照日本的仪式来进行，因为对日本军方来说，这是2个国家的婚事，溥杰和绰号不过是配种工具，但对于两人来说，这是彼此的真心选择，而不是什么政治婚姻。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绰号则跟随着溥杰回到伪满洲国，按照清宫礼仪拜见了溥仪和婉容皇后，而溥仪的态度却十分冷淡，因为他怀疑绰号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弟弟完全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才会和一个安插在身边的窃听器谈情说爱。当得知绰号怀有身孕后，溥仪更是坐立不安，处处提防，在他家吃个点心都怕有毒。又按照日本修订的地位继承法，如果绰号生下的是男孩，就会成为伪满洲国未来的皇帝，到时毫无价值的溥仪必然会被除掉。然而日本千算万算不如老天一算，此后的几年里，绰号先后生下2名女婴，这彻底打碎了日本的如意算盘，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同时溥仪也捡回了一条命，有了继续和关东军合作的资本。之后溥仪遭到抗日人士的暗杀，千钧一发之际幸得溥杰所救，这时溥仪转变了对弟弟一家的态度，开始愿意和他们叙叙家长里短，还常常来看望侄女惠生。在此期间，溥杰夫妇本来怀着美好的希望，愿意做2国和平的桥梁，希望中国和日本能停止战争，可日军却在中国四处烧杀抢掠，一步步地加剧了仇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只能奋起反抗，四处进行抗日活动。溥杰夫妇虽屡次救下了被日军残害的中国人，但终究是杯水车薪，心有余而力不足。一天夜里，绰号的好友春子忽然来访，他原是日本的一名纺织工人，和中国留学生小李相恋多年。由于无法忍受日本对中国人的残害和侵略，所以他放弃日本国籍，和小李一起加入了抗日组织。如今遭到日军通缉的小李身患重病，因此春子想通过绰号的特殊身份把男友送去医院治疗。不过就在溥杰安排好汽车去接小李时，却遭到了日军的特务跟踪，最终反而导致小李被杀害。1941年，丧心病狂的日军偷袭了美国珍珠港后，又分多路进攻东南亚，妄想着一口吃个大胖子。
可随着战线拉得越来越长，日军自顾不暇，战局急转直下。于是他们变本加厉地压榨中国人，以支援前线的侵略战争。像满洲种出来的大米小麦都是专供日本人，中国人则只能吃点高粱米和巷子面，要是敢吃大米和白面粉，就会被以经济犯的罪名来判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因此惨遭饿死、折磨死。目睹了这一切的嵯峨号饱受着良心上的责备和煎熬。作为日本人的他感到非常痛苦，于是决定当一个中国人一起去抗日。1945年8月，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随之土崩瓦解。溥仪的复辟梦也如同大清的祖宗牌位一样，在火炉中化作了飞烟灰墨。当时150多万苏联红军分多路包围了满洲，将日本关东军打的是哭爹喊娘，一泻千里。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嵯峨号放弃了和竹田宫王妃一起飞回日本的机会，选择留下来和溥杰一起共度难关。几天后，日本关东军计划先将溥仪和溥杰送往日本，等安全到达后再把嵯峨号和婉容皇后等妻妾家眷接过去。可不料才到机场，溥仪和溥杰就被苏联给逮捕了。自此两人音信全无，失去了所有的消息。此时的满洲城里是硝烟四起，老百姓纷纷抬着刀枪四处追杀日军余孽。受到波及的嵯峨号于是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活。为了怕身份曝光，他只能把脸弄脏，伪装成男人的样子。体单力薄的他拉着年幼的女儿在中国大地上东奔西跑，颠沛流离，一路上饱受了各种苦难，几度死里逃生。最终经过1年4个月的流浪，嵯峨号母女终于在1947年坐上了最后一批前往日本的难民遣返船。当时战败的日本百业凋零，几乎沦为了一片废墟，加之贵族制度被废除，所以嵯峨号只能靠教书为生。虽然日子极为艰苦，但他还是节衣缩食，努力将2个女儿抚养长大。每天她都会给了无音信、不知生死的丈夫写一封信，只是不知道寄往何处。然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7年后的某一天，她突然收到了溥杰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写来的信。原来长女惠生因不愿看着母亲日日受着相思分离之苦，便写信给周总理，请求他帮助寻找失散多年的父亲。就这样，溥杰和嵯峨号两人才取得了联系。2年后，惠生爱上了一名日本青年。一向对女儿慈爱有加的嵯峨号却极力反对，理由是惠生作为中国人的女儿只能嫁中国人，不能嫁日本人。最后惠生和恋人双双殉情自杀。但另外有种说法，说是男友先开枪打死惠生后再吞枪自尽。1960年，溥杰获得了第2批特赦回家。溥仪认为弟弟没有在第1批的特赦名单里，就是受了日本媳妇的连累，所以他劝溥杰一定要和嵯峨号划清界限。且当时中日还未建交，这个远在日本的媳妇很难回到中国，更不会被世人所接受，还不如找个中国老婆过点小日子。哥哥的这番肺腑之言并没有说动溥杰，他仍然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和心爱的妻子相见。而周总理听闻了溥仪的那番话后，笑着说道：“偌大一个中国，怎么会容不下一个日本女子？”1961年，在周总理的特别准许下，嵯峨号穿上旗袍，带着次女护生，不远万里地来到了中国广州。当他缓缓地走下列车时，溥杰早已站在月台上等着。两人就这般站着不动，多少的花开花落，多少的沧海桑田，都化作了这深深的一眼。16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溥杰轻轻地接过了女儿惠生的骨灰盒，把她抱在怀里。记得当年父女分离时，惠生还是一个6岁的孩子，没想到再次相见却成了一把灰。同年，嵯峨号加入了中国国籍，和溥杰两人在北京过着安宁祥和的生活。如今再也没有什么王妃和皇帝，有的只是北京街头一对普通的老头老太太。他们像普通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闲暇时就在小院里喝喝茶，栽栽花，要么画画画，看看书。经历了天长地久，还有什么动人过细水长流？谁能想到金庸小说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却在历史上真实上演过？或许是在那段流浪生活中吃了太多的苦，嵯峨号年老后患上了心脏病，但他却放弃回日本接受先进的治疗，而是选择在中国和溥杰相依为命。1987年，73岁的嵯峨号在病痛中与世长辞。从未在外人面前流泪的溥杰，第一次抱着妻子的遗体放声大哭。悲痛过度的溥杰自此变得郁郁寡欢。7年后，他也随心爱的妻子而去。
一段身不由己的婚姻，最终却成就了一段倾城之恋。而在这对白首知己的生命里，并没有什么风花雪月和星辰大海，有的不过是人世间最简单的坚持与相伴。